近期，英国声称自家航母编队在南海遭到了中国潜艇的跟踪，号称在反击之下成功逼退了我国的潜艇。来看详细情况如何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美国这段时间是疯狂的炒作，除了击落我国的流浪气球之外，还派出了航母编队到南海进行了军事演练。而其他国家也没有闲着，有了美国给自己打头阵，英国也将自己的航母派到了南海地区进行自由航行，并在这次航行的过程中声称遭到了我国潜艇的跟踪。不过在英国海军的及时应对之下，成功的逼退了中国的潜艇。那么这件事的真实度有多高呢？美国现在连打个气球不敢直接承认是中国气球了，反而说他们可能是天外来客。自家的航母编队也只敢在南海国际海域进行军事演习，丝毫不敢侵犯中国的领海。怎么到了英国这儿就直接是逼退中国潜艇了？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，本来自家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正在航行，在航行途中，编队里的李士满号护卫舰探测到了一艘潜艇的踪迹。发现这艘潜艇的踪迹之后，英国海军出动了一架反潜直升机，投放声呐浮标进行搜索。经过搜索后，确认在航母编队以南20海里处地方，发现了一艘俄制的基洛级常规潜艇，因此就认为这艘潜艇是中国海军的潜艇，被自家海军逼退。为了显得自己海军的实力强大，有海军船员还表示，如果这是发生在一场军事冲突中的话，那么英国海军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对方，有足够的时间动用所有的武器来对付对方的潜艇，从而保护自己的潜艇。经过了这次的事件之后，英国海军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潜艇猎人之一。对于这件事情的真实性，如果仔细看的话，就能发现其中有着非常多的漏洞。仅凭借这是一艘俄制的基洛级常规潜艇，就判断它是中国潜艇就太过武断。要知道，俄罗斯的这款潜艇可是出口给了多国，不光是我国有，就连隔壁的印度和越南都买了好几艘。而这些国家的潜艇完全都有可能出现在这一片区域，怎么偏偏就认为是我国的潜艇了呢？而且我国现在正在黄海地区进行军事演习呢，哪来的那么多闲工夫去跟踪英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呢？况且英国海军的航母编队上次在黑海的经历可是现在都没忘，当时想着去彰显一下自己的存在感，结果俄罗斯根本不给你这个机会，轰炸机从天上丢炸弹，封锁了航母编队的路线，吓得这支航母编队立马掉头返航，一路上都没提起自己在黑海被人一路炸这件事儿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如果这艘潜艇真要是想跟踪的话，那也跟不上。基洛级潜艇的前行时最大速度才17节，水上最大速度才10节，远不如航母编队的航行速度，也只有核潜艇才能跟得上航母编队的速度。所以在一般情况下，监视航母编队的都是核潜艇，基洛级这种常规动力潜艇还是老老实实的待在水下伏击吧。英国海军也说了，在航母编队以南方向的20海里处发现了这艘潜艇。这个20海里什么概念呢？也就是37公里。一般来说，航母战斗群中负责保驾护航的护卫舰都是要在航母周边100公里以上建立起一个防护圈的，不然防护圈过短，航母很难躲过对方的近距离打击。而这个距离按照北约方面发现即摧毁的说法，随便一发导弹都能够对英国的航母编队造成杀伤。英国海军又是从何来的有着足够多的时间，动用自家航母编队上的武器去打击对方潜艇的？与其说英国的海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潜艇猎人之一，倒不如说是最丢人的潜艇猎人，能让一艘没有隐身能力的基洛级潜艇突入航母20海里。不过也有一种可能，是当时这艘潜艇正在进行正常作业，没有察觉到航母的到来，而英国的航母编队也没想到自己后面有一艘潜艇趴着。等到潜艇发现航母在自己上头后，
为了避免引起误会才撤退，让英国海军发现了这一情况。而英国海军为了不丢人，硬生生将这次的事件描述为在自家海军的沉着应对下，成功的逼退对方潜艇。下次建议英国在吹牛前先打好草稿，起码要和美国对下口供，让一艘潜艇突入到自家航母20海里的范围。这事儿发生在美国身上，又得炒作中国威胁论，说自家航母连中国的普通潜艇都挡不住，在英国身上却成了自家海军成了潜艇猎人。一时间到底搞不懂，到底是英国太强还是美国太弱了。